常看断刀大赛的观众恐怕都有印象，每期第一回合的比赛中，那些又胖又秃、一把大胡子、长得像奇幻片里穿越出来的矮人铁匠一样的选手，10个里9个都会选择锻造一种名为搏一刀的刀具，而剩下那个十有八九为了炫技会制作大马搏一刀。这种刀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在现代刀具圈拥有如此强大的统治力？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吧。搏一刀是原产于美国德克萨斯，以当地历史上一个人的名字命名的猎刀。用一个稍微有点问题的说法来形容，这把刀名气大到，就算你没有听说过它，但你肯定在各种用刀的艺术创作中见过它。它是 CS 里匕首的原型，是在使命召唤黑色行动的僵尸模式中大杀特杀的神器，同时还跟各路明星大腕同台共演。终结者2的莎拉康纳尔用过它，史泰龙也用过它。在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无耻混蛋》中，布拉德皮特扮演的中尉也拿着一把他的纳粹定制放大版。这种情况并不是巧合，就像各种西部电影与游戏中高调出场的科尔特左轮手枪和温彻斯特杠杆式连发霰弹枪，或者是2战游戏以及电影里的汤普森冲锋枪一样，成了一种文化标签，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象征。说回搏一刀这种美国土生土长的冷兵器，它的发明者同时也是名字由来的伊姆波伊，在西部拓荒时代的德克萨斯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狠人。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他的一生可谓颇具争议。他曾倒卖过土地、牲口和黑奴，在械斗中杀人无数，猎杀过印第安人，帮助过海盗。后来他带领牛仔和冒险家对抗墨西哥政府，最终死在了守卫阿拉莫要塞的战斗中。随着时间流逝，他的名字逐渐和比利小子、野牛比尔等声名显赫或恶名昭彰的牛仔们一起，成为了美国西部的标志性人物。但他与其他人不同的就是，他最大的遗产是一把猎刀。搏一刀的诞生原因有好几个版本，但不变的是，第一把搏一刀出自村里铁匠之手，是名副其实的村好剑。其刀片由一把旧的大号马蹄铁锉刀改制而成，手柄则由木材制造。从现代工艺的角度，用锉刀制作猎刀的行为简直匪夷所思，但在当时的西部，它却是一种不失明智的选择，因为当时美国中西部的许多刀具都由边角料改制而来，其原料包括了用坏的轮毂、筒箍和旧马蹄铁等，其成分主要是低碳钢，在使用时非常容易折断。相较之下，锉刀反而成了良好的材料来源。不幸的是，这把原型搏一刀已经没有图纸留存，只有吉姆的哥哥莱辛博伊的一段陈述能给我们提供参考。它的刀片长度为 9.25 英寸，宽度为 1.5 英寸，它刀身平直。结合这些描述以及搏一刀现在的造型，我们不难看出，搏一刀实际上属于一种改良的大型猎刀，它刀背厚实，刀身平直，刀头呈曲线设计，在实战中可以劈砍，也可以戳刺，无论是砍猎物还是砍人，都相当趁手。以当时的标准来说，这是一把朴实耐用的好刀，但离名垂青史还是有点远。搏一刀需要一些更屌炸天的事迹来包装自己。很快机会就来了。当时的西部竞争对手火并不罕见，有一次冲突的时候，吉姆被人连干3枪，其中1发子弹击中了头部，好在由于没有入脑，这一枪并不致命。他的敌人见了，准备上来收人头，就在此时，医学奇迹发生了。头部中枪的吉姆突然坐了起来，从腰间拔出他的搏一刀，一刀刺进了对方的肚子。见状，另一个壮汉也向他扑去，吉姆一把推开身上的死人，狠狠用猎刀划开了这个壮汉的腹部，瞬间对方的肠子流了一地。这波2打1还被反杀，彻底为搏一刀打响了招牌。吉姆和他的刀一举成名，再加上小报记者的添油加醋，当时很多在西部混的人都带着报纸找到铁匠，要求制作一把吉姆的战斗刀。吉姆是个有商业头脑的人，枪伤痊愈后，他就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出去旅游，向各地工匠兜售这种刀的设计，充分挖掘搏一刀的商业价值。而他就是这把刀实战价值的活体招牌，名副其实的宝藏男孩。在随后几年里，博伊又参与了数次决斗和枪战，期间几乎毫无败绩。据说他1830年又在德克萨斯刷新了自己的记录，
完成了1打3成功反杀的离谱战绩。据说袭击他的杀手，一个身首异处，一个被刀豁开肚皮，最后一个天灵盖开花。吉姆和他的搏一刀从此成了活的传说，连他的最后一战也笼罩在传说和神话中。1836年，他在阿拉莫要塞抵挡墨西哥军队的进攻，此时的他正遭受着肺结核的折磨，但据传身患重病的他仍在近战中杀死了至少2个墨西哥士兵。吉姆和他的刀成了传说，商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给搏一刀编造了更多的传说，比如第一把搏一刀是用云铁打造的，并在美洲虎的血液和脂肪里进行过7次淬火。在最后一战中，博伊拿着它砍死了10多个墨西哥人等等。但不得不说，这一切营销都建立在搏一刀稳健优异的设计之上，于是一种商业版的搏一刀诞生了。有趣的是，这种美国刀大部分都制造于英国，并在当地镌刻上了诸如美国爱国者为自由而战、为自由而战等有爱国色彩的铭文。就像今天的销售人员一样，英国和德国的刀具商们敏锐地抓住了市场趋势，他们不仅将搏一刀定位为一种防身武器，还抓住了美国公众的爱国情怀。没过多久，这些产品便在市场上取代了原版。当然，吸引买家的不只有爱国铭文和花哨的装饰。在当年，作为刀的竞争对手，手枪存在很多问题，他们只能射击1发，装填时间长，射程短，而且准确度不高。但刀则不同。另外，在近身兵器中，刀比剑的价格更低，更容易上手。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用于生计，比如开荒和打猎等。正是因为这一点，搏一刀主要流行于民间。在美国内战期间，装备低劣的南军确实采购了不少的搏一刀，但他们在近战中很难抵挡北军的刺刀。随着新式步枪和左轮手枪的诞生，搏一刀更是一度淡出了历史舞台。后来，随着1951年一本描述吉姆·博伊生平的书出版，搏一刀也借此机会涅槃重生。如今的搏一刀在经过现代工艺改良后，已经成了一种兼顾实战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武器。在美国优秀刀匠的手中，它可以身披大马花纹，以猛犸牙做柄，在拥有华丽外表的同时，也不失实战效果。搏一刀现在还是你最喜欢的现代刀具种类吗？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